用谎言浇灌出的正义之花，在见到名为真相的宝物后，会走向凋零吗？这2句话便是安可剧情的全部。他的父母曾经就职于一个特别的部门——清道夫。清道夫从名字来看，便是清扫垃圾，也多代指赏金猎人、清洁工、杀手等职业。但在这里却不同，它的存在是为了清扫一切对公司不利的评价，消灭所有的负面舆论。如果还有精力的话，贿赂认证公司、抹黑竞争对手也是家常便饭。这里就不得不提到3大公司的来历。第一个是极光工业，传统企业的龙头代表，表面上靠着底蕴垄断了大部分市场，但背地里却干着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。里面的员工都有跳槽的想法，但碍于资本的强大，担心事后受到打击报复，不敢离职。清道夫便是他下辖的特殊部门。第二个是休德尔电子，依靠元能迅速崛起的新秀，其创始人来自于极光工业，自立门户后又开始不断挖走极光工业的骨干，两者依然是不死不休的局面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休德尔电子最爱干的事儿就是挖极光工业的人。第三个是认证公司，掌握舆论，拥有海量用户数据的发声平台，从其名字便可以看出具有权威性。但当这种权威性可以用金钱来交易，那么舆论终将臣服于资本的脚下。阿斯拉达，把我公司因为被警察查而上热搜的事情压下去。什么？1000万诺元？平常不是500万吗？你看这像是平常吗？动静这么大，1000万一口价，把钱打过来，我立马把我这边平台的热度压下去。简单的说，它便是虚拟世界中的微博，通过热搜来操控舆论的热度。安可的父母不仅就职于清道夫，还都是清道夫的负责人。为了遮盖丑闻，保护公司内的裙带网，他们就需要不断找替罪羊，并且处理好善后。以一场车间事故来看，事故的原因是因为设备不合格、安全检查松懈不堪、内部管理不到位造成的，这都是公司的问题。但采买人员和安全负责人是有关系的人，所以真实原因便不能公布于众，需要找替罪羊来承担舆论的怒火。这一桩桩事故的处理都很难与干净一词搭边，而安肯父母的处理方式都堪称典范，哪怕是在他们死后3年，依旧被当作范例来参考。这些都说明了安可的父母并不干净，但就是这样一对双手沾满血腥的父母，教出的女儿却具有莫大的正义感。安可的父亲名为阿斯特，母亲名为凯瑟琳。清道夫的工作可谓是泯灭了良心，但这份工作却毫无前景可言。不过这份工作的隐藏价值却非常的高，接触的都是企业的核心机密，于是他们有了新的想法，将清道夫的机密文件秘密卖给竞争对手休德尔电子，这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可观的收入，也让安可从小过上了优渥的生活。但机密文件放在家里总归是个隐患，果然被小安可发现了。那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，我还只是个什么事都不懂的小毛头。小毛头某天在家翻箱倒柜，看看有没有被藏起来的好玩的好吃的，他无意间发现了极光的机密文件，出于对父母究竟在做什么工作的好奇，就偷看了一眼。他的父母为了隐瞒自己所做的事情，也为了给安可灌输正面的价值观，谎称这些机密资料都是他们收集的罪证，等到某一天就用来揭发极光工业。这枚小小的正义种子从此便在安可的心中发了芽，可他却不知道银行卡的汇款时时刻刻在提醒着，这一切都是个谎言。好景不长，安可父母的事情被同办公室的 S 发现了，他向极光公司举报了他们。在逮捕过程中，安可的父母双双毙命，真相犹未可知。因为这份报告是 S 写的，职场中踩着别人上位是司空见惯的，但 S 却是踩着安可父母的尸体上位的，这便是他办公桌前的记录，铭记2661事件。安可的父母死后，他变成了孤儿，但即使是如此，他依旧未放弃心中的正义，他要揭露极光工业的黑幕，继续父母生前的伟大事业。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觉得的。机缘巧合下，他认识了失忆的雇佣兵獠牙，也就是诺拉，但他的真实身份依旧未知。还有认证公司的千金大小姐阿格雷亚，也就是新生代的黑客灰狐。为了复仇，安可舍弃了原来的名字席格，为此还专门删掉了自己的资料。殊不知，这也为他的暴露带来了隐患。星期三的团长身份本是最神秘的存在，他的身份只会让人往名人上猜想，不会像高中生这样的小人物上联想。但有一个人对他的身份很敏感，那就是牢记2661事件的 S。这也是为什么只有他查出了安可的身份。安可跟着诺拉学习了各种本领，并组建了星期三来接取暗网的委托。
这其中有一个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他就是奥丁酒馆的老板巴格斯。不仅将酒馆的密室给星期三做据点，还帮安可筛选暗网的各种信息任务，这也让安可很容易找到和极光工业有关的委托。这些委托有的很无厘头，比如给前台的发财树浇开水，是不是像极了上班族不满公司想要破坏点什么？但凡是能对极光工业造成麻烦的委托，安可都照单全收了。这也让清道夫的新晋负责人很不爽，一直发邮件向 S 抱怨，他便是亨瑞亚特。没错，就是维拉女仆任务中的亨瑞亚特财团。不清楚也很正常，因为这家企业已经倒闭了。亨瑞亚特财团的主营业务是民用机器人的开发和制造。在安可父母出事后 ，S 上位成了负责人，本来以为自己是大权在握，但没想到清道夫的组织形势出现了变化。极光小助手的出现，让权限分为了2个部分，由 S 和新晋的亨瑞亚特各持一份。这等于任何决定都需要2人同时决定才可以。也是这种改变让 S 最终选择了跳槽，就连他最想要组建调查黑客的小组都被驳回。刚巧他趁着亨瑞亚特去了维拉，正在调查星期三的成员，其中便发现了黑客灰狐的身份。黑客虽然是最神秘的存在，但顶尖黑客却是凤毛麟角。仅仅是简单的排除法就足以定位到灰狐的身份，他是认证公司的千金阿格雷亚。这一发现加快了 S 的跳槽之路，吸收了安可父母的前车之鉴。他要跳槽的新东家便是认证公司，而与他接触的陶德先生正有着一个麻烦，让阿格雷亚小姐回家，但却不能用强的。星期三的解散就成了 S 给他的见面礼。于是 S 在调查后发现了安可的真面目，前任负责人的女儿席格。好戏即将开场。才怪！在发现了这些真相后 ，S 并没有透露出什么，而是悄悄准备着跳槽。他以假死脱离了清道夫组织。随后，办公室的负责人任命给了 R， 之后他便躲在暗处观察着星期三，直到极光大厦失窃案的出现。这起事件牵扯的势力太多，认证公司要接回阿格雷亚的需求也更加强烈，甚至可以说这件事情东窗事发，就连他们也保不住自家的千金大小姐。也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，S 开始了计划。他用签纸和物流寄出了一封邀请信，信上用安可父母死亡的真相为诱饵，引导安可去清道夫的办公室。他则早早的黑入网络，通过摄像头监视着安可的动向。不过他没想到的是，主角也被卷入其中，并跟着安可一起进入了办公室。注意一处细节，在安可进入办公室后，安保实际上是没有启动的。S 的本意就是引安可来这里，所以哪怕安可选择用球棒暴力破门，安保都没有启动。但当主角进入前堂时，安保就启动了。安保真正的作用是为了除掉主角，不过没想到的是，主角很能打。身手不赖嘛，研究员，以前真是小看你了。这也成为了这个计划中最大的变数。前面放出的资料都是清道夫办公室的黑幕，威逼利诱、贿赂、抹黑，这些都是他们的手段。在调查过程中，摄像机也会全程跟着我们移动。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，那就是 S 的真身并没有来到这里，一直和我们交流的都是远程控制的机器人。在对办公区调查完后，便要前往深一层的领导区，这里的自动门需要更高的权限。倘若我们没有跟来，安可想必就选择暴力破门了。到时候 S 也会很配合的控制开门，但谁让主角有工卡呢？权限升级后进入深层区域，这里漆黑一片，这里的布置是有深意的，包括安可的台词都是为了让玩家发现摄像头的存在。我就确认一下，你还在，没走散？在这儿呢。啊，安可，怎么会？只是感觉有点毛毛的，就像还有第3个人正在盯着我们一样。在黑暗中，摄像头会更加的显眼。找到供电室，打开开关后，又发现了一些星期三的杰作，都是安可曾经接的一些委托任务。随着调查，我们也发现极光小助手的存在，他便是 S 离职的理由。需要2份权限，一份在 S 的办公室，一份在亨瑞亚特的办公室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就能发现 S 对星期三的调查。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，星期三团伙虽然给极光造成了麻烦，但真正一直在调查他们的只有 S， 而且这份调查是亨瑞亚特去维拉后才开始的，所以星期三的秘密并没有很多人知晓。在集齐2份授权后，小助手显示出了安可的名字，也是到此时，主角才知道了安可来这里不只是调查真相那么简单，而是在和幕后之人做着一场交易。站在主角的角度，当初加入星期三也只是互相利用，主角还是希望安可能向我们投入更多的心声，但是在安可的内心里一直有着强烈的不安。星期三的组建是自己为了复仇，灰狐和诺拉的加入也没有必须的原因。在针对极光工业这方面，安可反而更加认可主角，因为在他看来，
我们和极光都有着矛盾。他急于吸纳主角加入星期三，也是为了说服自己，星期三并不是为了他死与成立的，而是为了对付极光伸张正义。但只有他自己清楚，自己一直觉得灰狐和诺拉是因为同情他的遭遇，所以哪怕因为他选择针对极光的委托身陷险境，也没有过一句抱怨。只能说安可自从父母死后太缺爱了，也是这种心理上的矛盾让他与主角吵了一架。你愿意相信我，我们一起面对吗？我不能说，你就当我是骗子吧。我从头到尾都是骗子。我骗罗斯林，我过去不认识他；我骗他，他的好朋友已经不在这个世上；我还骗了你。什么家里欠费，什么热心线人，都是糊弄你的鬼话。我也知道瞒不过你。你说的没错，他就是个陷阱。灰狐。大街头，还有你，要是知道了，你们都会拦着我。可我必须来，有些事情我必须面对，我也只能一个人面对。让我单独待一会儿。但他的一举一动依旧在摄像头的监视之下，安可最终还是选择了独自面对真相。到这里就不得不吐槽主角一句：活该你单身呐！电视剧里都知道女主跑了，要赶快追回来，主角居然没有第一时间跟上去。果然你是想沙莉了，对不对？各位也辛苦了，莎莉，刚刚的眼神真不错。哪里？那我先告辞了，端午节快乐！哎，莎莉，等会儿还要录制一下端午的节日祝福，完事还有下半年工作安排讨论会，还有……等一下，我怎么不知道还有这么多工作呀？来都来了，制作人看你挺上进的，你也不想像安可一样去隔壁打工吧？我给你背椅子。不要加班，多给我一天调休。开机，灯光、收音，全场安静。好 ，Action！ 我是奈美西斯，祝大家。莎莉，我是祝大家。莎莉，祝大家端午安康，阖家欢乐，准时下班。安可来到了最里面的房间，这里已经准备好了一切的真相，安可父母曾经处理的结果，还有安可父母将文件贩卖给修德尔电子得到的好处，一桩桩、一件件、一笔笔证据都不断刺激着安可的神经。他想起了小时候父母的谈话：今晚早点睡，明天要去看新房子。哇，爸爸妈妈是不是又发奖金啦？也许是爸爸用你的生日中了个大奖。我果然是我们家的幸运星。原来是这样。这一刻，他的世界反而崩塌。一直敬仰的父母，一直伸张的正义，一直坚持的理念，这些竟然都建立在谎言之上的。他不愿意相信真相，但他却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原来是骗我的吗？我看到的那些阴谋内幕都是你们做的，你们才是为虎作伥、助纣为虐的人，你们才是扶持美军滋长的人。你们暗藏那些资料，是为了从中牟利，而不是揭发这些黑暗，反抗这些不公吗？你们的正直、勇敢、信念，支撑着我走到这儿来的一切，都不过是我可笑的想象吗？是因为你们，我才会一路坚持下来。是因为你们，我相信正义绝不该被埋没，真相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。相信你们，才能有现在的我。这是我，这是星期三存在的意义。那现在，一切都算什么呢？我又算什么呢？此时，幕后黑手 S 现身大屏幕，开始击溃安可最后一丝心理防线，并且提出解散星期三的要求。对了，你小时候的生活应该挺优越的，从来没质疑过钱的来历吗？闭嘴！我印象中，星期三会把调查到的情况在澳网巨石公布。这次你也是同样的打算吗？撤下所有掩饰和伪装，让尘封已久的往事再度回到大家的视线下。
让所有人都看到所谓的事故掩藏着怎样的真相。所有人都知道席格的父母是社会上的渣子、败类、死有余辜。你给我闭嘴！你犹豫了，席格小姐。下意识袒护至亲是人之常情，用不着为此内疚，更用不着把自己想象成什么正义使者、真相之光，立誓为大众撕开黑暗一角。在我们看来，不过是幼稚小鬼无聊的过家家游戏罢了。你呀，毫不在意同伴已深陷危险的处境，只顾满足自己内心膨胀的正义心。还是说，这就是你向伙伴表达相亲相爱的方式？这就是你的正直感的彰显呢？你这自私的样子和你父母一模一样，你可真是将他们丑恶的嘴脸继承了个淋漓尽致，真是可笑至极。研究员，你把研究员怎么样了？我指的是你们全部。你应该很清楚吧，那一票的风险。你现在该回到正题，来聊聊我请你来到这里见证这一切的最终目的了。我要求你主动解散星期三。此时另一边的主角也终于追了出去，人却已经不见了。这时候主角也明白了，幕后黑手已经开始了行动。正当此时，灰狐的通讯接了进来，原来是因为米娅当初怀疑星期三另有图谋，所以选择分头行动调查奥丁酒馆，没想到却在关键时刻成了信息传递者，让诺拉和灰狐知道了安可在瞒着他们行动。灰狐与主角先是重新整理了一遍思路，然后帮助主角打开了另一侧的道路。果然，只要是主角单独行动，就会有安保捣乱。在处理完机器人后，来到了监控室，这里并没有人，而是留下了一些资料。灰狐的真实身份是认证公司的千金大小姐，这些资料也展示了幕后人 S 的动机，解散星期三，让灰狐回家。终于最后一道门禁也被打开，我们成功见到了安可。此时便是嘴遁王者上线之时。我不应该再拖累你们了。也许你的父母曾做出过伤天害理的事，但那并不能决定你是怎样的人。向往正义的人从来都是你呀，安可。正因如此，你才会组建星期三，揭露那些不为人知的黑暗，所以诺拉小姐和灰狐小姐会团聚在你身边。现在还有我，因为我们盼望着同样的未来，我们为见证日出共同努力着，无需否定自己，否定星期三存在的意义。也许你曾为自己的行动赋予坚定的信念，而那个信念现在已不复存在，能让我们所有人成为你坚持下去的新的信念吗？我们没那么容易离开你，你也别想把我们轻易甩开。果然，不管是什么剧，主角都是嘴遁王。在主角的洗脑下，安可重新振作了起来。S 见状，启动2号方案，如果星期三不解散，那就消失好了。不料主角实力强大，趴在显示器上不下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诺拉撞门而入，掏出40米的大剑，一招就解决了敌人。随后众人逃出办公室。我就是想问一下，资料怎么办呢？这也是本次计划的高明之处。除了极光小助手透露了安可名字，竟没有一份资料留下把柄。安可的身份曝不曝光，一切都掌握在 S 的手中。灰狐也赶了过来，几人在拳拳到肉中冰释前嫌。疼？原来你还有痛觉，现在知道疼了？早些时候怎么没感觉？我还以为是你的厚脸皮防御早就让你刀枪不入了，不然怎么敢一个人擅闯极光？女侠饶命，女侠饶命！星期三又重归平静，但这可能吗？灰狐的身份已经暴露，假档案也是个隐患，星期三已经陷入更大的危机之中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，关注小峰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